你小心性命嘅程度嘛？游戏的开篇就抛出这么个直扣人心的疑问。这款游戏仅凭一个试玩版本就收获了无数好评，因为它把人性的善恶赤裸地摆在了玩家面前。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款国产悬疑新作《乌合之众》的故事，一个关于造神、求佛、成仙的荒诞传说。在巫山有一门古老的技艺陶艺，当地人凭此手艺逐渐演化出一种独特的信仰。他们用泥土塑造神像，造神的传统就此兴盛，甚至发展成了一条产业链。这一切皆源于一尊名为弥陀的千年佛像。关于他的传说数不胜数，有人说他能预见未来，无所不知；有人坚信他有求必应，甚至有人目睹过佛像流下泪水。这些传言大多是正面的，唯独一桩往事让人心生疑惧。又会说神仙事件。那是许多年前，在弥陀脚下的一家香火工厂里，工人们意外在墙壁上发现了一个黑洞，那洞口深不见底，阴暗诡谲。传言称它能直通弥陀体内。33名工人心怀好奇，结伴进入洞中。可就在他们离开不久，厂房突发大火，烈焰将整个工厂烧成了一片灰烬。待火势熄灭，那个洞口却离奇消失，而33名工人从此也杳无音讯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7年之后，那尊屹立1000年的巨佛弥陀也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。这一切怪异的鬼事都要从1个月前开始说起。这天，一个名叫秦小南的造神匠人，他和往常一样来到寺庙祭拜。与其他寺庙不同，这里若想见到弥陀，必须先焚烧一张文牒，只有在纸张被烧出蜂窝状空洞时，才算通过考验，获得进殿祈福的资格。也正因这古怪的规矩，庙里逐渐衍生出一种习惯，被称为搭伙。意思是几个人结伴烧文牒，只要其中1人成功，就能替同伴一同代化祈福。然而今天，小南独自1人前来，他虔诚到近乎执念，每日雷打不动，就像上班打卡一般。相比之下，他的父亲和老板偶尔才来，远没有他这般执着。转眼7年过去，这一切早已成为小南生活的一部分。看着手里的文牒，他心中不免怀疑，烧文牒只要2分钟，来回路途却要半小时，真的值得吗？正当他心神恍惚时，一个陌生男人忽然开口。这中年人来历不明，却清楚地说出了庙里人们的境遇，甚至准确知道小南祭拜的规律。更诡异的是，他提出要与小南搭伙，还声称能让小南必定见到弥陀。小南半信半疑，可男人递来的一张黄纸却让奇迹发生，他的文牒燃烧出了特殊的蜂窝状，他破天荒地获得了进殿的资格。可当小南转头再看，那男人已不见踪影。周围的香客见状，立刻蜂拥而上，想要与小南搭伙。小南情急之下，只能躲到一尊木质神功像后，才算摆脱追逐。他暗自惊叹，这神像虽然没有生命，可在这些人眼中却有着不容冒犯的威严。顺着指引，小南进入寺庙深处，他在龙窑下方见到一名背对自己的神功，与外头的木像几乎一模一样。他寡言少语，却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。沿着阶梯而上，小南注意到5尊陶像、瑶童、书生、观音、僧人、官差，他被这奇特的组合吸引，却没意识到其中的观音像竟在悄悄注视着他。终于，他走到大殿门口，而就在这时，先前的神功竟突然出现在他眼前，速度之快，宛若瞬移。小南被吓得心头一紧，好在对方并无恶意，只是默默递给他一根写满经文的香，并嘱咐他要把这香献给活着的天王。小南一头雾水，却还是依言而行。最终，他将香插在了持国天王像前，这正是游戏中的一个重要伏笔。因为在4大天王之中，只有持国天王转头望向了他，仿佛预示着小南已被某个存在盯上。香刚上完，神功再次现身，告诉小南，他可以通过制杯角来询问弥陀，但只能问3个问题，问完必须立即离开。小南沉吟片刻，开始了提问。他问起自己和家人的财运，弥陀的回答模棱两可，未来难测，存在变数。第2个问题，他替老板魏小鬼的哥哥发问，那人已昏迷多年，是否还有醒来的希望？弥陀冷冷给出了一个字：否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他拿出刚才那位陌生男人留下的纸条，问上面的名字林春宝是否还活着。这一次，弥陀的答复斩钉截铁，是他还活着。小南心头一震，这个林春宝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被写在那张纸上？正当他思索时，眼前的神功忽然变成了一尊木雕，仿佛瞬间失去了生命。小南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得目瞪口呆，但还是记起对方曾让自己带走神玉。他颤抖着打开纸卷，上面写着一句话：秦家今日将有贵客至，切记奉礼迎之。
小南不由得暗自揣测，难道这就是自己逆天改命的机会？带着这份来历神秘的神谕，秦小南急匆匆离开寺庙。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正在摆摊的老父亲，让他立刻回家，准备迎接所谓的贵客。小南心中满是期待，觉得天降机缘终于要落在自己头上。可刚到家门口，他却看到了一个刺眼的拆迁通知。那一瞬间，他几乎要笑出声来，以为自己就要成为拆二代，从此飞黄腾达。可等他打电话确认，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。是的，确实要拆迁，但拆的是桥。他家房子被认定为违建，属于顺带拆除，没有任何补偿。从天堂跌到地狱，小南心中一阵恍惚。回到屋里，望着破败的家事，小南忍不住叹气。很快，父亲也回到家中。所谓的贵客迟迟没有现身，他们却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台老旧录音机。奇怪的是，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名字：林春宝。带着疑惑，他们打开了录音机，然而传出的则是关于父亲老秦的往事。原来，当年香火场的那场成仙事件，老秦与魏老鬼是最早发现洞口的人，但老秦胆小，没敢进去，因而逃过一劫。魏老鬼却一心逐利，最终落得植物人下场。据魏老鬼生前所说，洞中藏着活弥陀，只要见到他，就能摆脱贫穷，飞黄腾达。可随着意外发生，一切真相都变成了谜。老秦如今回忆起那一幕，依然心有余悸，觉得一切巧得过头，仿佛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。父子正低声交谈，录音机忽然切换，播放起一段讲座式的访谈。开口之人竟是秦小南心中的偶像，也是镇上造神匠人们的传奇人物森正学。据说他还是个小日本，对陶艺和造神之术有着近乎疯狂的研究。可奇怪的是，录音没多久就突然中断，整段内容戛然而止，屋内陷入寂静。父子二人面面相觑。这时，门外忽然传来沉重的敲门声。小南走到门边，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竟被反锁在屋里。他只能透过门缝向外窥视，结果吓得倒吸一口凉气。门口站着的竟是一尊神像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神像他见过，正是寺庙里的姚童。小南脑中猛地浮现一句话：奉礼迎之。他立刻明白，必须奉上贡品，于是催促父亲拿出值钱的东西，最后递上一沓现金。神像似乎满意了，临走前还留下了一张神谕。小南正想松口气，屋外却再次传来异响。这一次是4尊官差神像，姿态怪异地挡在门口，伴随着一块写着非礼勿听的令牌。他们示意小南交出录音机，小南只得照做，眼睁睁看着录音机被销毁。临走前，官差同样留下一纸神谕。父子二人急忙展开查看，2张纸条上分别写着林春宝死，秦家大富大贵。小南顿时想起之前弥陀的回答，关于秦家财运存在变数。如今2份神谕拼接在一起，答案昭然若揭。若想富贵，就必须让林春宝死。正当他心神翻涌，手机铃声骤然响起。接起电话，那头传来的声音让他心跳加速，竟是森正学本人。原来前不久，小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曾向人才计划投过简历，本以为早就石沉大海，没想到却在今天收到了回应。这仿佛是命运的馈赠，富贵真的要砸在他头上了。森正学约定了见面的时间与地点，然后匆匆挂断。小南激动得难以自持，他暗自筹划，为了讨好这位大师，决定带上一坛父亲珍藏的老酒。一切似乎正在将他一步步推向一个巨大的漩涡。带着父亲的老酒，秦小南兴冲冲出门。自此，我们踏入了第一个章节。傻子，傻子其实指的正是小南，因为在这个局中，所有人都在算计，唯独他懵懂无知，却还在做着发财梦。路上，他顺便拎了一包好烟，打算见面时送礼讨好。可先到达的地方却不是约定的饭局，而是老板魏小鬼的店。小南原本只是想借个浴室洗澡，没料到却撞见了一桩丧事。魏小鬼的哥哥，那个昏迷多年的魏老鬼，竟在今天下午死去了。听到这消息，小南脑中嗡的一声，立刻想起在寺庙掷杯角时弥陀的回答：不会醒来。原来那所谓的预言指的正是死亡。环顾四周，小南注意到货架上放着3张面具，刘关张，看似随意摆放，实则暗藏伏笔。因为在这部游戏里，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都可能是后续的线索。丧事的氛围压抑，魏小鬼依旧一副吝啬小人的模样。他是个赌徒，平日里精打细算，连一只癞蛤蟆都要榨出油水。此刻他趁着混乱，甚至悄悄伸手想要摸走小南包里的东西。小南早有防备，一把抓住对方的手，眼神却落在他手腕上的一块名表上。那表价值不菲，根本不像魏小鬼这种人能买得起。小南刚想开口，却被他转移了话题，让小南替死去的魏老鬼点上一根烟。小南依言而行，可就在香烟递到尸体嘴边时，一抹嫣红顺着嘴角流下。魏老鬼口中竟藏着某种异物。
那东西被取出后没多久，魏小鬼又吩咐小南帮忙处理尸体。忙完这一切，他竟罕见地掏出500块钱塞给小南，同时叮嘱一句：刚才看到的不许对任何人提起。小南心中七上八下，却没有多问。他终于如愿走进浴室，把自己泡在热水里，水流冲刷着他手上的血迹，也洗去身上莫名其妙的泥污。可他很快意识到，今天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体力活，却脏得不成样子。看着污浊的水流进下水道，小南心头一凉，直觉告诉他，今晚注定不平凡，因为接下来他要去赴那场决定命运的宴席。洗过澡的小南换上稍微体面点的衣服，带着父亲的老酒，心怀忐忑地赶往通仙楼。这里是巫山最豪华的酒店，灯火辉煌，与小南所处的世界格格不入。门口宾客衣着华丽，而他一身廉价打扮，很快就招来嫌弃的目光。幸好名单上确实有他的名字，这才得以放行。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小南走进一部特殊的电梯。酒店原本有2部电梯，但这一部显得格外诡异。按键上没有9楼，而森正学指定的地点正是9层的高升阁。情急之下，小南心生一计，把6导转按下，电梯竟然真的启动了。等待的过程中，他注意到电梯门上刻着一道奇怪符号，那是生死番，贯穿整部游戏的重要线索之一。门缝里闪着白光，忽然间变成红色，红色意味着凶兆。小南心里一阵发毛，怀疑这栋酒店的地下藏着某些见不得光的秘密。电梯停下，他终于抵达高升阁，刚一推门就被一尊陶像服务员吸引目光。那陶像手里捧着一张神谕，小南展开一看，4个大字映入眼帘：至死勿食。而神谕中间放着一颗胶囊，显然这是一枚毒药。小南心头一沉，这一切都在围绕着林春宝展开。进入包间，已经有2位女孩先到了，一个是警局局长张涛的女儿张甜甜，另一个则是惯偷出身的女孩田真。3人简单寒暄，小南的注意力却被房间角落的白布吸引。白布之下，赫然又是一道生死番。他们还未来得及细究，主人公登场了。森正学如同凭空闪现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几人身后。片刻寒暄，饭局正式开始。表面上是酒席，实际上却是一场试炼。森正学先摆出3份保密协议，递到他们面前。协议看似普通，唯独有一条格外骇人，需抵押30年阳寿，还必须写下生辰8字。张甜甜和田真脸色大变，质疑声四起。可森正学只是语气平淡，却带着压迫感地说道：不签可以随时退出。可在这种环境下，他们哪敢反悔，只能硬着头皮签下名字。签字完成，饭局才算真正开始。可小南心中清楚，这场宴席远不是吃喝那么简单，这是猎场，而他们都是猎物。签下协议之后，森正学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接着他宣布饭局的主题围绕弥陀展开的拷问。规则很简单，谁被问到就必须答出合格的答案，若答错就会被淘汰。第一个问题便是我们现在究竟在哪？至于被问到的人，则由桌上的转盘决定。很快转盘停下，第一位被点名的是田真。这位惯偷出身的女孩本以为自己无从应对，没想到森正学似乎早就洞悉她的底细，甚至在暗中透题。借用敬酒之际，田真顺势发挥，用她那双惯于偷摸的手，把小南口袋里的神谕、带血的钞票和那颗毒药摸了出来，又从张甜甜那里翻出一张凶案照片与一瓶卢米诺。他心里暗骂一声，糟了，这个张甜甜不简单。可最终他还是把东西悄悄放了回去，随后便悠悠答道：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便是地下负6层。凭借这份小聪明加上森正学的关照，田真顺利过关。敬酒之际，他余光注意到森正学的手竟与照片里的断手极为相似，但还没来得及多想，话题就被转移。随着试炼继续，转盘再次转动，第2位被点名的是张甜甜。她的问题竟然与刚死去的魏老鬼有关。作为警局局长的女儿，她一向坚定唯物，可偏偏她却拥有别人没有的能力，能看见某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从森正学出现的那一刻起，就有一个人影一直跟着她，而此刻那人影赫然站在小南身后，嘴里不断抠弄，似乎想说什么。小南心中发毛，不得不把下午发生的事说了出来。魏老鬼的尸体里藏着一条长长的绷带，替代了舌头，上面甚至刻着生死番的纹路。张甜甜则镇定得多，她把自己见过生死番的场景一一列出，最后指向包间角落那块白布，质问森正学为什么这里也会出现同样的符号。森正学并不惊讶，反而耐心解释，生死番是巫山常见之物，弥陀身上共有18条，象征18层地狱，它们一直存在，只是人们从未在意。人们总是只看到眼前的好处，却忽视潜藏的危险。听到这里，张甜甜恍然大悟，魏老鬼之死
正对应着地狱里的拔舌形。那条绷带本是止血用的，偏偏在今天下午被送进医院，时间点和小南回家的时刻完美重合。森正学这时将话锋转向小南，问他：你可知这生死番下对应的刑罚是什么？小南几乎是脱口而出：折刑地狱。这些年他几乎天天盯着弥陀，自然早就烂熟于心。张甜甜也补充道：折刑地狱又称凌迟地狱，受刑者将遭受千刀万剐之刑。森正学露出满意的笑容，继续讲下去。多年的调查让他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，相比所谓的赐福，弥陀对生死的预判更加精准。伴随着神谕的降下，生死番也会随之而来，一旦被盯上，命数几乎不可更改。说着，他走到那块白布前，揭开后直言，自己其实就是折刑生死番选中的人，若不是提前设下防范，今天恐怕早已死去。他的话让在场几人心头发凉。显然，这场饭局远不是试炼那么简单，而是一场生死局。饭局继续进行，森正学忽然质问小南，语气锋利，直逼人心：你见过那五尊神像吗？小南愣在原地，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因为他确实见过，并以为这是他家的贵客。幸好张甜甜机智，替他挡下，二人配合默契，总算暂时消除了森正学的疑虑。最后一道菜被端上桌，张甜甜借口身体不适，带着小南离席，两人来到洗手间。在那狭小的空间里，女孩终于吐露实情。她告诉小南，早在90年代，巫山曾出现过一个残忍的连环杀手林春宝，他专门随机肢解受害者，直到1998年8月4日才被确认死亡。死法正是落入自己惯用的手段。张甜甜拿出一只手，冷冷说道：这就是林春宝的手。小南听后心头巨震，此前神谕说林春宝还活着，难道弥陀的回答是真的？张甜甜点燃一根烟，意味深长地提醒小南，并非所有给你东西的人都是出于好心，礼物有来有往，接受时也要想清楚代价。这番话让小南脑中闪过一天内的种种场景：陌生大叔递来的黄纸、神功的香、喂小鬼的500块，甚至手中的毒药。他忽然意识到，也许自己早就陷入了一张无形的网。张甜甜临走时只留下一句话：一会儿将有大事发生，记住，那个时候一定要仔细盯着森正大师看。小南回到包间，心里越发不安。他暗自劝说自己，如果林春宝真是个杀人犯，那杀了他不就是替天行道吗？可他真的确定眼前的森正大师就是林春宝吗？灯光骤然熄灭，包间陷入一片漆黑。黑暗中，小南顺着森正大师的方向看去，结果却瞥见一副怪异的面孔，眼神空洞而贪婪，宛如野兽。他惊恐万分，却看到对方手里赫然拿着那张下毒的神谕。下一秒，灯光恢复，一切仿佛只是一场幻觉。可小南彻底慌了，他昏厥过去。等再次醒来，心里已生出一个邪恶念头：既然神谕说只有林春宝死，自己才能得富贵，那就下毒吧。小南将毒药倒入酒中，正欲离开，却意外偷听到森正学与田真的谈话。两人讨论所谓成仙的秘密，泥土经由人手雕琢烧制，便可涅槃重生，从凡物化为神像。巫山已有4位仙接受弥陀淬炼，可弥陀是第5位，也是最可怕的一位。4仙若有瑕疵，就会被弥陀抹除重做。田真的回答是联合其余3仙共同对付弥陀。森正学对他的聪明十分满意，还给他布置了任务。小南听得心惊肉跳，却不小心碰翻花瓶。森正学立刻察觉，幸好小南灵机一动，才勉强脱身。之后，森正学干脆关闭了供氧系统，企图将小南活活憋死。危急时刻，一个戴口罩的少女闯入，制造混乱，救了小南。更巧的是，那瓶毒酒反而被他交到森正学手中，事情就此被掩盖。20天后，在森正学的扶持下，小南竟摇身一变成了陶艺大师。短短时间，他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尊荣。可在一次换衣服时，他差点被暗器勒死，又险些被奇怪的液体毒害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正被暗中盯杀。森正学与魏小鬼察觉，小南之所以3番5次死里逃生，背后或许有高人相助，也就是另外3位仙。他们开始调查。红桃 J 是当年香火场事件幸存的工人，仙人 K 可能是张甜甜，或许也是那位戴口罩的女孩。成仙者 Q 则是神秘莫测的神功。森正学决定亲自登门拜访。与此同时，小南收到一部手机，寻迹来到旅店，竟与那位戴口罩的女孩再度相见。少女劝他离开巫山，否则必死无疑。可小南拒绝，甚至威胁他必须帮自己。少女冷冷道破：你并非为民除害，你只是舍不得神谕，放不下富贵。这句话彻底揭穿了小南的伪装，他脸色一沉，逼迫少女就范。最终他妥协，并告诉小南，所谓成仙就是闯入弥陀体内的洞口，猜中其中之物方能涅槃。如果森正学得逞，巫山将陷入最惨烈的结局。
少女给出线索，上坝停车场。果然，小南在这里蹲守，目睹森正学与魏小鬼启程，直奔弥陀寺庙。在寺庙深处，森正学果真遇到神功，他挑衅地指出，活弥陀就藏在大佛之内。神功震怒拔刀，欲将他斩杀，奈何眼盲，终究败北。森正学冷笑：你们说我有瑕疵，可你们派出的人又何尝不是贪婪之徒？随着一阵血腥，小南也被拖入局中。他置脚问卜，想知道今晚的命运。结果神谕摇摆不定，只在否与不确定之间徘徊。就在他心慌之际，案台下伸出一只死人手，递给他一只打火机，那尸体上同样刻着生死幡。小南被吓得尖叫，旋即被人击晕。醒来后，他发现自己被绑，面前站着3个戴着面具的人，大帝、二帝、三帝。凭着细节，他认出他们正是森正学、魏小鬼以及香火师傅。在威胁和拷问下，小南全盘托出，却发现之前的沈玉桃已诡异变成了等。森正学冷笑：不死不等于不残。他递来一支烟，用那只打火机点燃，火焰升起的瞬间，悬崖边的神像震颤。森正学命令小南推下神像，还阴狠地说：里面可能是你熟悉的人，也可能是帮助过你的人。小南双手颤抖，耳边仿佛响起父亲、张甜甜，甚至口罩女孩的呼喊。他迟疑不定，却终究狠下心，将神像推入深渊。低头望去，他仿佛真的看见了地狱。故事结尾，警局的张涛接到电话，山中发现4具尸体，其中3具死亡时间一致，另1具则早7小时。案情扑朔迷离，抬头望去，大佛弥陀仿佛正在俯视着他，神情阴森。国产悬疑游戏《乌合之众》的试玩版剧情到此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耐心观看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故事解说，别忘了点个赞，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